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官宣将于本月27号到30号访华之后，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也传出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将于本月底访华。如成行，克莱弗利将成为5年来首位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也是新冠疫情以来访华的最高级别英国官员。中方一贯重视同英方发展稳定互惠的关系，对加强双边交流始终持开放态度。 关于访问事宜，大家可以关注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路透社21号援引3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将于本月底访华，旨在稳定中英两国近期陷入数十年来最低点的动荡关系。英国外交部表示，一旦克莱弗利的访问计划敲定，将立即宣布。 深圳卫视注意到，《每日电讯报》等英国媒体使用“期待已久”一词来形容克莱弗利可能的访华行程。 并指出，如果此访成行，克莱弗利不仅是5年来首位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也将成为新冠疫情以来访问北京的最高级别英国官员。卡梅伦首相执政时期，中英关系经历过黄金时代，但其后英国不断紧随美国印太战略，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中英关系陷入低谷。 英国在涉港、涉疆等问题上说3道4，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借新冠病毒议题抹黑中国，还宣布禁用华为产品。2021年，时任英国驻法国大使彼得·里基茨曾向法国媒体表示，华盛顿一定要伦敦在华为问题上选边站，这让伦敦很不舒服。但是当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时，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那英国总得选美国才好。 去年接任英国首相的苏纳克在其首场重大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他也话锋一转，表示不能忽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路透社分析认为，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与中国的积极互动，让英国压力倍增，因此希望走对华接触路线，避免自身利益受损。 彭博社近日指出，克莱弗利主动释放希望访华的消息，可被视为苏纳克对华政策更趋务实的一个信号。虽然苏纳克在竞选时曾发表对华强硬的措辞，但1年以来，欧洲多国纷纷改善对华关系，这给唐宁街10号和英国商界都造成压力。深圳卫视注意到，苏纳克政府官员也做出一些试探。 今年5月，英国商业及贸易部国务大臣多米尼克低调访问香港，就是举措之一。假如中方这次愿意接待作为苏纳克内阁重要成员的克莱弗利访华，将更有力稳定陷入低谷的中英关系。 在现在这个全球危机的背景下呢，那么英国也逐渐地认识到了要解决一些全球治理的问题、大国关系的问题，以及地区安全合作等等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它离不开中国，绕不开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那个美国。 包括欧盟以及德国、法国等欧洲大国，也是接连的在上半年与中国进行了频繁的这种接触以及互动。那么，作为一个自认为希望发挥国际作用的这样一个大国，那么英国也是不甘人后，那么也急于与中国建立更加深厚的这种沟通管道，来彰显它自身的这个外交作用。 外界注意到，克莱弗利本人对保持与中国接触持相对积极的态度。作为较早支持特拉斯竞选首相的保守党成员之一，克莱弗利凭借其非洲裔身份以及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深受特拉斯喜爱，并于去年9月受其钦点出任英国外交大臣。但与特拉斯毫不避讳将中国形容为威胁不同，克莱弗利主张关注中国的影响力和其挑战，措辞相对温和。 在特拉斯辞职后，克莱弗利得到苏纳克认可，继续担任外交大臣一职。今年4月，克莱弗利在伦敦历史地标金融城市长官邸发表年度例行讲话，其中65次提到中国，被认为是苏纳克政府迄今最全面的对华政策宣讲，以及最明确的对华态度展示。 克莱弗利在讲话中提出3条对华政策支柱，包括在对华交往中加强对国家安全的保护，深化与美日印澳等盟友和伙伴的联系，直接与中国进行双边和多边接触，以维护和创造开放、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For me to declare some kind of new Cold War and say that our goal is to isolate China, it would be easy, it would be satisfying. And it would be wrong.
because it would be a betrayal of our national interest and a willful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 world. 英国媒体当时猜测，克莱弗利利用这次演讲，实际上是在向中国释放对话信号，甚至寻求访华机会。1个月后，多家英媒再次对外放风称，克莱弗利考虑在7月访华，以稳定英中关系。英国《每日快报》观察到，克莱弗利带领的英国外交部近期正在通过各种外交手段修补与中国的关系。多名英国政府官员近日表示，收到英国外交部的要求，不得在官方文件等内容中将中国称为敌对国家，理由是中国本身不具有敌意。此外，包括2021年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综合审查等在内的官方出版物也已停止在文中使用这一措辞，并对原文件内容作出修改，将敌对国家更改为敌对行为者，敌对国家活动则替换为国家威胁一词。实际上呢，这种改编的这种策略反映到了英国一种既希望要调整这个对华关系，又要保持它所谓的这种竞争，以及这个彰显它价值观外交的这样一个意愿，并不能改变中英关系的一个实质，也并不能给中英关系带来什么积极的作用。舆论普遍认为，尽管苏纳克政府在对华态度上与此前的约翰逊、特拉斯2届政府相比出现些许回调迹象，但在具体的对华政策上并没有太大变化。观察指出，苏纳克政府的对华关系主要受制于2大因素。国内方面，保守党日益强硬的对华态度令苏纳克的对华接触计划举步维艰。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克莱弗利的访华意愿遭到英国保守党多名成员的强烈反对，一些内阁大臣甚至威胁，如此访最终成行，苏纳克将面临一波辞职潮。另一方面，英国脱欧后国际影响力下降，迫切需要与美国这个最重要盟友保持密切联系，以巩固自身地位。美国则顺势将英国绑上战车，影响中英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中英经济结构互补，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在数字经济、经贸金融、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尤其是在脱欧和疫情影响下，英国企业向欧盟出口商品时面临诸多贸易壁垒，对华贸易逐渐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21年，中国企业文泰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安氏半导体宣布完成收购英国最大芯片制造商 NWF， 获得了该厂100%所有权。安氏半导体还帮助 NWF 偿还完当地政府的债务，并承诺在工厂厂房投资约1亿美元，雇佣50名新员工。此事原本早已靴子落地，但英国商务部突然在去年5月宣称，依照国家安全与投资法，要求对这一收购进行全面的国安评估。去年11月，英国政府正式通知安氏半导体，至少剥离 NWF 86%的股权。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英国政府时隔1年对这项板上钉钉的收购进行干涉，是因为美国横插一脚。有美国驻英大使馆外交官告诉英国官员，如果 NWF 回到英国手中，可以帮助英国成为电动汽车关键芯片的生产中心。虽然说美国也在加强对华的接触，但是它的对华的这个大战略要求这个盟友去配合它进行一种围堵遏制，形成一个政治阵营。那么英国实际上也是它这个阵营中很看重的这样的一部分。事实上，从2019年以来，那么英国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也是受到了美方很大的这种压力。那么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压力不一定会变小，甚至有可能更大。那么也会掣肘到了英国政府那么调整对华关系、促进中英关系回暖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英国政府盲目追随美国的做法，引发舆论高度不满。有业界人士表示，这一做法非常软弱。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罗斯义直言，英国和美国拥有类似的政治制度，但在对华政策上，英国不应对华盛顿亦步亦趋。在他看来，英国政府在涉华敏感问题上紧跟美国，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这样做把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给搞砸了。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完全违背英国人民的利益。